窗外的光正慢慢移动，它没有急着照亮整个房间，只是沿着墙角一点一点地爬进来。你坐在那里，手里的事情其实没有真正完成，但你也没有再像以前那样焦躁地反复确认，心里有一种奇怪的安静，不是因为一切都确定了，而是你忽然没有那么需要确定了。真的会发生吗？那个声音还在，只是变得比较远。你没有把它赶走，也没有试图说服它，只是让它存在。然后你继续坐着，像是在等待什么，但又不像在等待。过去的你不是这样的，你会一直算时间，会忍不住打开手机，会反复想着每一个可能出错的细节。你会告诉自己要相信，但心里其实是紧抓着结果不放。那种相信很用力，用力到像是在对抗什么。而现在不同了，你还是会想到结果，还是会在某些时刻不安，但那些情绪来了，又会自己散开。就像刚刚那道光，它不需要你帮忙，也不需要你指挥，它只是自然的移动。你突然意识到，也许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发生的，不是因为你控制得很好，不是因为你每一步都做对，而是因为它本来就在路上。可是，如果我不盯着，它会不会就错过？这个念头又冒出来，你轻轻地笑了一下。如果真的会错过，那代表它本来就不属于我。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，你自己也有点惊讶，因为以前的你不会这样想。以前的你会觉得，只要再努力一点，再抓紧一点，再多做一点，就可以让一切更确定。但那种确定从来没有真正让你安心过，它只让你更累，更害怕失去，更无法停下来。你开始回想，那些你以为靠自己撑住才得到的东西，真的全都是你撑来的吗？还是其实在某些时刻，事情就是自然地靠近你，只是你当时没有看见。你只记得自己多努力，却忘了有多少事情是在你放松的时候发生的。这个念头让你安静下来，像是某种拼图忽然对齐。你不再急着解释，也不再急着定义，只是慢慢的感受，胸口那个原本紧绷的地方开始有一点松开，不是完全消失，但它不再那么占据你。原来我可以不用一直抓着，这个感觉很陌生，甚至有一点不习惯。你甚至会怀疑，这样会不会变得太消极？会不会因此错过什么重要的机会？但当这些想法出现时，你没有像以前一样立刻行动，你只是观察，观察它们怎么来，怎么变得很大声，又怎么慢慢变小，然后消失。你忽然明白一件事，你一直以来以为的努力，很多时候其实是来自不信任。不信任过程，不信任时间，也不信任自己会被带到对的地方。所以你才会一直想加速，一直想确认，一直想提前看到结果。但现在，你开始愿意不知道，愿意让事情还没有答案。这种状态让你一开始有点不安，像是站在一条没有标志的路上，但走着走着，你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迷路，
你只是没有再用旧的方式导航，脚步变慢了，但每一步都更清楚。你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东西，一个刚好的机会，一段刚好出现的对话，一个你没有刻意安排却自然发生的转折。那些细节像是在回应你，不是剧烈的奇迹，而是很安静的对齐。你开始有一种感觉，不是你在追赶结果，而是结果正在往你这里移动。这个想法让你心里一震，但这次不是恐慌，而是一种轻微的扩张，像是空间突然变大。如果真的如此，那我还需要这么紧张吗？你问自己。答案没有立刻出现，但你感觉得到，那个一直在催促你的声音正在慢慢退后。你不再那么急着证明什么，也不再那么需要别人认可你的进度，你只是持续走着，有时候快，有时候慢，有时候停下来，但每一次停下都不再是因为卡住，而是因为你真的想停。这种选择感让你开始重新认识自己。你不是被时间追赶的人，你是在时间之中流动的人。这个理解让一切变得不同。你开始相信，有些事情不是靠抓住才会到来，而是当你准备好让它来时，它自然会出现。这种准备好不再是完美，而是一种松开，一种允许。允许未知存在，允许过程展开，也允许自己在其中改变。你再次看向窗外，光已经照进房间中央，没有谁推动它，也没有谁命令它，它只是按照它的节奏完成了它的路径。你忽然明白，也许你一直在等的那个结果并没有离你很远，只是你过去总是跑在它前面。现在你停下来了，于是你们之间的距离开始缩短。门还没有被打开，你却已经站在门前很久，手停在空中，没有敲，也没有推。你知道，只要再往前一点，一切就会开始改变。但你没有动，不是因为害怕门后有什么，而是你无法确定那里到底会通往哪里。如果走错了怎么办？这个念头很熟悉，它陪你走过很多选择，也让你停在很多原地。你一直以为只要多想一点，多分析一点，就可以找到最正确的路。但后来你发现，你只是把自己困在原地，因为真正的答案从来不会在你还没出发之前就完整出现。这个理解来得很慢，像一滴水，反复落在同一个地方，直到某一天，你忽然感觉到那个地方已经改变了。你不再那么渴望确定，不再那么需要一张清楚的地图，甚至连终点在哪里都变得没有那么重要。这种改变一开始让你不安，你会怀疑，这样是不是在放弃掌控？你会怀疑，没有方向的前进真的算前进吗？这些声音没有消失，但你开始没有那么急着回应他们，你只是听着，让他们说完，然后发现，他们其实也会自己安静下来。你慢慢意识到，你过去所依赖的那种确定感，其实是一种交换。你用自由换取安全，你用可能性
换取可预测，但那样的安全也让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窄。你开始记得那些时刻，当你没有计划好一切，却意外走进某个新的机会；当你只是跟着感觉行动，却遇见了让你改变方向的人。那些时刻，你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但现在回头看，那才是路真正展开的地方。不是因为你知道，而是因为你不知道。这个发现让你停下来，不是退后，而是一种重新站稳。你看着眼前这扇门，它还是一样安静，没有提示，没有保证，但这一次，你感觉到的不是压力，而是一种微微的吸引，像是在邀请你。不用全部知道。这句话从心里浮出来，很轻，却很清楚。你忽然明白，未知从来不是空白，它只是还没被你经历的部分，而不是危险。你一直把未知当成风险，但它其实更像是一种空间，一种可以容纳更多可能的地方。当你开始这样看它，你心里那个紧绷的地方慢慢松开了一点。你没有变得勇敢，你只是没有再把未知当成敌人。这个差别很微小，却让整个感受不同。你终于动了，手轻轻地推了一下门，没有剧烈的声音，门就这样打开了。没有你想象中的戏剧性，也没有立即出现的答案，只有一条不完全清楚的路延伸出去。你站在那里，第一步没有立刻跨出去，但你已经知道你会走，因为你不再需要在起点就看见终点。你开始相信，路不是先存在才让你走，而是因为你走，它才慢慢出现。这个理解让你再次感觉到一点不安，但这一次，不安没有把你拉回原地，它只是跟着你一起站着，没有阻止你。你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没有让自己变得更有把握，只是让自己存在在这一刻。然后你跨出了第一步，地面是稳的，没有塌陷，也没有立即给你任何提示。但你没有停，你又走了一步，然后再一步。慢慢地，你开始看到一些轮廓，不是完整的景象，而是片段，一些你可以踏上的地方，一些可以延续的方向。你忽然发现，你并不是在黑暗中盲走，你只是一次只看见一小段，而那一小段已经足够让你继续。这个发现让你心里一震，原来这样就够了。你以前总是想要全部的答案，全部的路径，全部的结果，但现在，你开始接受片段，接受不完整，接受还在发生中的状态。你开始感觉到一种流动，不是你在推动事情，而是你在跟着某种节奏，有时候前进，有时候停下，有时候转弯，但没有一刻是错的，因为每一步都让下一步变得可能。你忽然笑了，不是因为你终于成功，而是因为你终于放下了一定要知道的那种紧绷。你看着前方，那条路还在延伸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地方，但你没有再感到压迫，反而有一点期待。
期待那些还没出现的部分，期待那些你还没遇见的自己。你终于明白，当你开始信任未知，不是世界变得比较容易，而是你不再需要把一切变得容易才敢前进。那一刻，路不只是存在，它开始回应你。在你每一次愿意踏出的瞬间，静静地向前展开。闹钟还没响，你却已经醒了，不是被时间叫醒，而是身体自己慢慢浮上来。你没有立刻去看手机，也没有急着确认现在几点。房间很安静，安静到你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，一种很久没有出现的感觉，轻轻地停在你胸口，没有催促，没有拉扯。你躺着，没有做任何决定。我是不是该起来了？这个念头浮现，但它没有像以前那样立刻变成一个命令。你没有急着回应，只是感受身体的重量，感受那种刚醒来的模糊。你忽然发现，你过去的每一个早晨几乎都是被一种节奏推着走的。时间表、任务、别人的期待，你很少真正问过自己，现在这一刻，我想怎么开始？这个问题很简单，却让你愣住，因为你发现，你其实不太熟悉自己的节奏。你熟悉的是效率，是安排，是必须完成，但不是感受。这个发现没有让你沮丧，反而让你有一点好奇。如果今天不照旧，会发生什么？你慢慢坐起来，没有急，没有刻意拖延，只是让动作自然发生。你走到窗边，光已经在外面等着，不像是在催你，比较像是在陪你。你站着，没有马上开始一天，只是看着。那一刻很短，但又很完整。你忽然意识到，你以前总觉得世界很快，快到你必须追上，快到你不能停。但现在，世界没有变慢，只是你没有再用那种紧张的方式跟着它。如果我慢一点，会不会就落后了？这个声音还在，它带着一点焦虑，一点熟悉的压力，但你没有让它扩大，你只是看着它，像看着一个老习惯。它试图说服你，试图让你回到那个熟悉的节奏，但你没有立刻答应，你只是继续走你的早晨。洗脸、倒水、坐下，每一个动作都不快，却也不拖，刚好。这个刚好很难定义，但你感觉得到，不是用脑想的，而是身体知道。你开始发现，当你没有一直盯着时间，很多事情反而更顺。你没有卡住，也没有延误，反而少了那些反复确认和焦躁。事情一个接一个的完成，不是被逼着，而是自然的衔接。这种流动让你有点惊讶。原来我不用一直赶。这个念头出现时，你心里有一点松，但也有一点不确定，因为你还在学习。学习相信这种方式，学习相信自己不靠压力也可以前进。你开始回想那些你曾经很拼命的时刻，你逼自己更快，更有效率，更完美，
你以为那样才会被看见，才会被认可，才会安全。但你也记得，那些时候你其实很累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一种一直无法停下来的紧绷，像是只要一慢，一切就会崩掉。这个信念很深，深到你几乎没有怀疑过它。直到现在，你开始用不同的方式走，你没有完全放弃努力，你只是把逼迫拿掉，你还是在做，但你不再对抗自己。这个转变很细微，但它改变了整个感受。你开始觉得，时间不是敌人，节奏也不是外在给你的，它其实一直在你里面，只是你以前没有听，你只听见外面的声音。现在，你慢慢把注意力拉回来，你开始问自己，这样的速度对我来说是舒服的吗？有时候答案是快，有时候答案是慢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都是你选的。这种选择感让你安定，不是因为一切都可控，而是因为你不再被拉着走。你开始注意到，当你照着自己的节奏时，很多事情会自然配合。你没有刻意安排的对话，刚好在你准备好的时候出现。你没有勉强推动的进度，在你稳定前进时慢慢完成。甚至有些你以为会来不及的事情，最后都刚好赶上。不是奇迹，更像是一种对齐。你忽然理解，世界并不是在考验你有多快，它更像是在回应你有多一致。当你内在是稳的，外在就不需要那么混乱。当你不再乱追，很多东西反而会走向你。这个理解让你停了一下，不是停下来不动，而是一种更深的安静。你感觉到自己正在一条路上，不是最短，也不是最快，但很贴合，贴合到你不需要怀疑。你再次看向时间，它还在走，没有等你，但也没有丢下你。你忽然笑了，原来我一直都在里面，不是追赶，也不是落后，只是流动。你继续走你的节奏，没有刻意维持，也没有特别用力，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自己。当你开始这样做，你慢慢发现，世界真的会配合，不是因为它改变了，而是你终于不再与它对抗。那一刻，你不再需要加快，也不再害怕变慢，你只是很确定地知道，你走的每一步都刚好在你的位置上，手还握着，明明已经没有必要了，你却没有松开。那是一种习惯，也是一种害怕。你看着自己紧握的样子，指尖有点泛白。如果我放开，会不会就失去了？这个问题很小声，却一直在。你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继续握着，像过去无数次一样。你曾经很相信，只要抓得够紧，就不会被拿走。只要不松手，就可以让一切停在你想要的位置。那时候的你，很用力，用力维持关系，用力守住机会，用力让事情照你想的方向走。你以为那就是在珍惜，但后来你慢慢发现，那种抓住，其实更像是在对抗流动。你越用力，
心里越不安，越害怕失去，甚至连原本的美好都变得紧绷。你开始回想那些你曾经拼命想留住的东西，有些真的留下来了，但变了，变得不再让你安心；有些则还是离开了。不管你当时多努力，那一刻你第一次怀疑，也许执着不是让事情留下的方式。这个想法让你有点慌，因为如果不是抓住，那还能怎么做？你没有答案，只知道继续这样握着。你已经很累了，那种累不是表面的，是一种深层的消耗，像是一直在对抗一个看不见的力量。你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知道你没有赢过。你慢慢松了一点点，不是放开，只是没有那么用力。那一瞬间，一种陌生的感觉进来了，不是安全，也不是轻松，比较像是空。你有点不习惯，甚至想再抓紧回去。这样会不会太危险？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它提醒你过去那些失去的经验，提醒你如果不小心，就会再发生一次。你听见了，但这一次，你没有完全相信它，你只是停在这个微微松开的状态，让那种空存在。你开始注意到，当你没有那么紧抓时，心里其实多了一点空间，可以呼吸，可以感觉，甚至可以重新看见。你看见那个你一直抓着的东西，你问自己，我真的想要的是这个吗？这个问题让你愣住，因为你一直以来都在想怎么留住它，却很少问自己，它是不是你真正的渴望？这个问题没有立刻给你答案，但它打开了一个缝，让你开始看见更多。你看见你想要的，其实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结果，而是一种感觉，被理解，被珍惜，被看见，或者是自由、安心、有选择。你忽然明白，你一直抓着的，只是那个感觉的其中一种形式，但你却把它当成唯一，所以你才会那么害怕失去。因为一旦它不在，你以为那个感觉也会消失。这个理解让你心里一震，你再次看向自己的手，它还握着，但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紧。你慢慢再松开一点，这一次，你感觉到一种不同的轻，不是空洞，而是空间。你开始能够看见其他可能，那些你以前看不到的路，那些不在原本计划里的选项。它们没有立刻变得清楚，但它们存在，这已经足够。如果我不执着这一个，会不会反而更接近？这个念头浮现，带着一点不可思议，但也带着一点希望。你开始试着相信，不是每一个放下都是失去，有些放下，其实是在让真正的东西浮现。你没有一下子完全放开，你只是一次一点点，每一次松开，都伴随一点不安，但也伴随一点释放。你慢慢习惯那种不确定，习惯那种没有抓住的状态，然后你发现，你并没有因此失去一切，反而开始有新的东西进来，一些更贴近你内心的选择。
一些让你更自在的关系，一些你不需要勉强就能存在的状态。你开始明白，你真正想要的，从来不是靠执着得到的，而是在你愿意放开控制时，自然靠近你。这个理解很安静，没有戏剧性，但它很深，深到你不需要再说服自己。你再次看向自己的手，这一次，你没有刻意，它自己松开了，没有挣扎，也没有失去什么的瞬间，只是很自然地回到一个更轻的状态。你感觉到心里那个空间变得更大，而在那个空间里，你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，你真正渴望的东西，不是某个形式，而是一种状态，一种你可以自在存在的方式。当你不再执着于固定的样子，那个状态反而更容易出现。你没有再急着抓住它，你只是让它存在，让它流动，让它在你愿意的空间里慢慢靠近。你停下来的那一刻，其实没有任何人注意到，外面的声音还是一样，讯息还在跳动，时间也没有因为你而慢下来，但你就是停了，不是放弃，也不是累到撑不住，比较像是你忽然不想再追了，那种一直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冲动，突然变得很安静。你坐着，没有打开任何新的计划，没有列出下一步要优化的清单，甚至连我要进步这件事都没有那么强烈了。这样会不会太松懈？这个声音很快出现，带着一点警告，一点熟悉的焦虑。你没有否认它，因为你知道，它曾经让你走了很远，它让你不断修正，不断学习，不断逼自己跨过不舒服。只是，它也让你很少真正停下来。你总是在下一个更好的版本前面奔跑，好像现在的你永远不够。这个念头其实一直都在，只是你很少正面看它。现在，你终于没有在逃，你看着这个想改变自己的冲动，不是立刻跟着走，也不是压抑它，只是让它存在。然后你发现，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稳固。当你没有为它更多焦虑，它慢慢变小，甚至开始松动。你有一点惊讶，因为你一直以为，如果没有这种推动，你就会停滞，会退步，甚至会被抛下。但现在，你没有动，却也没有倒退，你只是静静地待在这个状态里，一种没有目标压力的存在。这种状态一开始很陌生，甚至有一点空，你会忍不住想找点什么来填满，但你没有立刻行动，你让那种空存在，让它扩散。慢慢地，那个空开始有了质地，不是空洞，而是一种宽。你可以在里面呼吸，可以在里面观察。你开始注意到，很多你以前急着改变的部分，其实不是因为真的需要改，而是因为你不接受他们现在的样子。那种不接受，让你一直处在对抗里。你越想修正，内在越紧绷，越觉得自己不够。但现在，你没有再急着修正，你只是看，
看那些你觉得不完美的地方，看那些你曾经想赶快消失的情绪，它们还在，但少了压力，少了那种一定要现在变好的重量。你忽然发现，当你不再逼他们改变，他们反而开始自己变动，一点一点地，没有宣告，没有剧烈，只是慢慢的转化。你有点难以置信，原来不用这么用力。这句话在心里浮现，带着一点释放。你开始回想那些你过去拼命改变的时刻，你设定目标，制定计划，监督自己。你以为这样才会进步，但很多时候，你其实是在对抗当下的自己。那种对抗，让你一直处在不满里，即使真的改变了，也很难感觉到满足，因为你很快又会看到下一个需要修正的地方。这个循环没有结束，直到现在，你暂时离开它。你没有在追求立刻的变好，你只是待在这里，允许自己还没完成，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。这个允许很关键，它像是一扇门，当你打开它，很多原本卡住的东西开始流动。你没有刻意做什么，但某些想法变了，某些反应变了，甚至某些选择也变得不同。不是因为你强迫自己，而是因为你真的不一样了。这种改变很安静，没有标志，但你感觉得到，你不再那么急着证明自己，不再那么需要马上看到成果。你开始相信，有些成长不是靠加速得到的，而是在你愿意停下来时自然发生。你再次看向自己，不是用评估的眼光，而是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。你没有急着定义自己现在在哪里，也没有急着决定下一步要去哪里，你只是存在，而这个存在开始产生变化，从里面慢慢往外扩散。你忽然明白，当你不再急着改变，不是你放弃成长，而是你不再用对抗的方式成长。那一刻，改变不再是目标，而是结果。一个在你愿意停下来之后，自然开始的过程。空气有点停滞，像是什么正在酝酿。你坐在那里，没有前进，也没有退后，一切都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。这种感觉你很熟悉，以前的你会很快做出反应，找答案，做决定，或者干脆换一条路。只要能离开这种不确定，你几乎什么都愿意做，因为这种状态太难受，没有方向，没有保证，连对错都无法判断。你会开始怀疑自己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是不是早就该改变？这些声音一个接一个，让你无法安静。但这一次，你没有动，你还是在这里。那种熟悉的不安还在，甚至更清楚，因为你没有再用行动去盖过它，你只是让它存在。一开始，它变得更大声，像是在抗议，像是在提醒你，这样待着是危险的。你感觉到心跳有点快，呼吸有一点浅，身体想要逃，想要做点什么，
但你没有立刻跟着走，你只是慢慢把注意力拉回来，放在呼吸上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平静，只是为了不要离开这一刻。我现在就在这里。这句话很简单，却让你稍微稳住。不确定还在，没有消失，但你没有再被它整个吞没。你开始观察它，观察这种不确定是怎么存在的。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，比较像是一种空间，一种没有被填满的地方。以前的你会急着把它填满，用答案，用行动，用任何可以让自己安心的东西。但现在，你没有填，你让它空着。这个选择很不习惯，甚至有一点违反直觉，但你还是留在这里。1分钟，2分钟，时间没有特别变慢，但你的感受开始变化。那种原本很尖锐的不安，慢慢变得比较松，没有那么刺。你开始感觉到，这个空间里其实不只有焦虑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，很细微，像是可能性，像是还没被看见的方向。你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，因为你总是在不确定出现的第一时间就急着离开，所以你只看见它最表面的样子。现在，你待久了一点，你开始看见更深的层次。你忽然意识到，不确定并不是阻碍，它更像是一个转换的过渡，一个旧的还没完全结束，新的还没完全出现的地方。你站在中间，没有标志，没有指引，但这个位置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只有在这里，改变才有空间发生。如果你太快做决定，你可能只是重复旧的模式；如果你太快离开，你可能错过正在形成的东西。这个理解慢慢在你心里展开，没有剧烈的顿悟，比较像是一层一层的松开。你开始不再那么排斥这种状态，甚至有一点愿意靠近。不是因为它变舒服了，而是你不再把它当成错误。你坐着，还是在那个不上不下的位置，但感觉不同了。你不再急着定义这一刻，也不再急着让它变成某个结果。你只是待着，让事情自己发展。慢慢地，一些新的想法出现，不是你刻意想出来的，而是自然浮现。一些你之前没有考虑过的角度，一些比较贴近你现在状态的方向。他们没有强迫你，只是安静的存在，等你看见。你没有立刻选择，你只是让他们在那里，感受哪一个比较对齐。这种方式很不一样，不是用头脑快速判断，而是用一种更深的感觉去接触。你忽然明白，原来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是在这些你愿意停留的时刻里，一点一点累积。当你没有逃，没有压，没有急着结束这种不确定，某些东西就有机会长出来。你再次感觉那个空间，它还在，但不再空洞，里面有流动，有变化，有一种还在形成的生命感。你轻轻吸了一口气，这一次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因为你真的在这里，在这个不确定里，
而你没有消失，反而更清楚。你忽然笑了，一点点，很轻。你终于知道，你不需要急着离开这个状态，因为就在这里，你正在改变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